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6号。昨天视频聊到了一个观点，比特币市场存在一个自然现象，就华夏3000年的一个知识，24节气，在比特币市场里面有些重要的高位或者是低档，它会存在一个自然的转折。有些朋友可能是不明白这一个东西，说是迷信或者是玄学，其实确实就是一个玄学哦。不过按我的理解，它是一个自然现象。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比如说黄金比例空间大家都理解嘛，那它这个时间黄金比例的时间其实也是存在一个自然现象。比如说去年的7月20号比特币这个低档涨到21年11月份的历史最高位6万9，这里面也是有一个黄金比例的时间自然现象，这一波的上涨，然后从这一个低点开始计算，有没有发现0.618的这一个时间，这一天是一根大崩盘，然后6万9的高位就是1倍的时间，在最后一根上涨，后面开始就一路走跌。那说明什么？就是这一波上涨的时间，它是在复制这一波上涨的时间，因为1倍啊，1倍就是6万9的高位，所以这一波整个大波段里面，它 ABC 的时间就是在复制啊，所以是不是一个自然现象？当然。确实是有一点玄幻啊，有时候我也不太信这一个东西，但是不要不全不信啊。就这个市场技术分析，也有很多朋友是不信这一个技术分析，或者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那些越有钱的人，他是越相信风水，或者是越迷信？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跟重要的空间，他做出了正确的事情。马云也好，或者是台湾的郭台铭也好，为什么那么相信风水？就是因为在对的时间跟对的空间，一定要做出对的事情。那比特币市场理解时间跟空间很简单嘛，无非就是空间就是上涨跟下跌的空间，或者是时间。那我跟大家聊一下，比如说17年、18年的高点，它这个2万就是空间嘛。到这一个19年的低点，这个3000就是空间嘛，这个下跌就是空间嘛。那时间呢？时间就是这个拉长过去，横轴就是时间嘛。18年、17年到这个19年就是时间，或者是拉到这个20年3月份的疫情低点，这就是时间啊。只要在对的空间跟对的时间做出对的事情，有可能就是这样子。你做对的事情啊，就是做多啊，你不要做空啊，就是这样子嘛。那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，这个比特币现在为什么还是在震荡？包括昨天的这个上影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里面4个小时的一些技术指标，比如说 MACD 或者是 KD 或者是布林线，这个位置为什么还是在震荡？包括那个美元指数或者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情况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观察？以及狗狗币，我讲了有几天嘛，它还是在区间震荡，你不要再出上影线，而且是我聊的那个压力位0.11这个位置再去追啊，就是不能追啊，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 20%， 或者新流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2天前的这个视频，其实就是参考这2个矩形跟我这几天讲的这个矩形，我一直在怀疑它会不会挖一个坑再上去，这是最好啊，不要现在就过高。那昨天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比特币的这一个矩形它不太好，为什么把这个矩形高点给过了？当然也不要追哦，我长线是一直在报。你如果是短线要做的话，一直在讲尽量找压回啊。昨天这个高点把这个高点给过，它跟前面的这2个矩形是不一样。当时这个矩形高点是没过这个，或者是这个矩形也是一样嘛，这个高点没有过这个高点，为什么不过？它如果是这个高点把这前面的2个高点过的话，这个指标就背离了呀。所以它是利用挖坑把指标修正到低档 ，KD 啊 ，KD 是最明显，修正到低档，然后来了一波拉升，这样子就没有背离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个高点是比这个高点高？然后这个矩形也是一样。就这个高点它没有过这个高点是好事，利用挖坑，因为你如果这个高点过的话，这边不是高点过高，指标就没有过高，指标是背离的，
所以他只有利用再挖了一个坑，指标修正到低档，然后现在来了一波上涨。昨天是不同啊，因为我一直在判断有没有可能挖坑，它这个高点过这个高点，那指标就是背离，所以4个小时你就看个人的手法。你如果是超短线的话，4个小时你就做个4个小时，有可能高点是不是一个空点？当然我没有去做空，因为我手上多单还是一直在保。那至于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有压力，就是也是跟大家讲的布林线啊，布林线它在上轨的位置，20%的时间有时候出轨的位置，它真的就是一个空点。你如果是超短线想做的这么短的话，这就是出轨的位置啊。一般80%的时间，价格会在上轨跟下轨的这里面区间。那另外我们再来聊一下，就昨天有讲到的一个24节气。就这6号的前后1-2天，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是要追求100%的精准，是不是真的就在7号？我也不确定，有可能大雪就这前后1-2天根本就不会真的就变盘啊，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大雪不会变盘，会不会等到21号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点，就是那个冬至。因为我在10年的一个交易经验生涯里面，有发现大陆的股市在24节气的冬至，就是12月的21号前后1-2天，它都会有大幅的波动，不是大涨，有可能就是大跌啊。反正就是 K 线有时候都是会很长。比特币我统计一下，好像冬至这一天没有出现过很大的波动，如果有的话，朋友们也可以告诉我，或在评论区打出来。那我们这2天就观察一下，会不会来一个例外，或者是在下一周那一个冬至的窗口，到底会不会有大变盘的动作？那至于短期为什么又跌，其实就这个美元指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昨天是收了一个多方的吞噬。那现在的美元指数图形要怎么来观察？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矩形破位？它在反抽这个矩形是不是有效跌破来确认？当然也不排除，因为整个中线是已经跌得很深了，跌得很深的情况下，有可能它是不是这个位置要先整理一段时间，就是已经遇到多方抵抗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，它有可能会不会先震荡，也有可能是不是要深入？如果是回到这个上方，要这样子上去吗？当然我的观点是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整个目前中线它就是一个空方的趋势，有可能反弹的高度我也不好判断，它是不是反弹一段时间或者整理一段时间以后看会不会再下去啊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，有很久没有给大家跟踪了，之前还在接近9万亿，那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11月份的时候美联储那边是缩表了922亿，因为昨天有看到一组数据，那现在来看的话，目前整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在85800亿左右，确实是整个环境，美联储如果是在缩表的情况下，就说明整个全球的美元它是在缩水，水是越流越少，那有可能就给整个全球的加密货币或者是风险资产造成一个情况，就是资金少的情况下怎么去推，这是确实是一个大环境。但是我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比如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，它在19年的这一波缩水的也是在缩水啊，当时比特币是怎么走的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嘛，19年的时候比特币它是就是美联储在缩水的时候，19年的1月份就这一波比特币它就上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空间跌得很深啊。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利率是在10%，所以我的判断有可能也是很多机构可能也是觉得利率差不多了，如果再加息的话有可能也加不了多少了。所以目前的比特币是不是一个强势的 baby， 整理还没有到位。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狗狗币，狗狗币也是一样，现在它的日线已经是走了一个时差，就昨天高点过高的时候我讲了几次的压力位，这一个区间 0.11 上方是有很重要的一片压力，它需要在这个位置整理出一个区间，而且下方的矩形空间满足位就是在 0.11 附近啊。那这个高点过的话，现在是日线背离，而且4个小时也是背离啊，4个小时包括 MACD 也是背离， KD、MACD 全部都是在背离的情况下，那就不要追哦。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一样，你如果用布林线的话也是很巧妙，它在出轨的位置就是不能追啊。
那不然观察一下，如果是要买的朋友，你短期去观察，因为现在是在时差的结构下，你就找这个中轨，就是 20MA， 它已经不是来到这个矩形了嘛，所以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会有一个支撑位。下一步看一下还有没有类似压回这个低档的位置啊。最后 SE 啊，可以定门的 U2。